这东西撑不过3天。快，今天的量还差3成，天黑前凑不够，谁也别想喝粥。塌方不是意外，是必然。这根柱子撑不住了。废话，这洞里哪根柱子撑得住？昨天西坑塌了，埋了7个，刚拖出去。我能让它撑住。你给我找3块碎石，拳头大小，要硬的。这人怕不是被砸傻了吧？那边磨蹭什么？你刚才砸晕了，现在醒了，醒了就偷懒儿。这根支撑柱要塌。什么？横梁的受力偏了，榫接处用的碎石已经松了，上面那条裂缝今天扩了1指宽。如果今晚还不加固，最多2天。我问你了吗？我可以让矿洞日产翻3倍。你说什么？我需要1把纸，1张纸，3天。3天后，如果日产翻不到3倍，你把我扔进死人沟。行，3天做不到。死人沟？你还知道死人沟？你疯了！日产翻3倍，你知道这洞里一天能出多少矿吗？9000斤，翻3倍就是27000，神仙来了也挖不出。谁说靠挖了？帮我把碎石找来，要硬的。3天，够用了。虎爷，那小子疯疯癫癫的，您还真信？信不信不重要，死人沟的乌鸦不挑食。再给他1份，他还小。这里的规矩按劳分配，没有多余的口粮，别想破坏规矩。他死了，谁来记账？3天内别动他。行，既然陆爷发话了，那就给他补1碗吧。谢谢陆哥。喝粥。黄坚今晚要动你，怎么动？等天黑，他们把你的铁链卸了，说你逃跑，然后扔进死人沟。你跟我说这个，是想让我跑？我欠你1条命。昨天塌方，你推开我，自己被埋在碎石里。没必要跑。今晚我把矿坚引到3号坑，你把他按住。然后呢？然后换个人管这个洞。陆哥，东西弄到了，3根铁钎藏在3号坑废流堆底下。今晚3号坑。今晚东3坑灌烟的法子，虎爷觉得怎么样？他要真能把日产翻3倍，死在这儿倒也可惜。可惜是矿奴的可惜，还是冶铁秘放的可惜？那小子画的东西小的让人描下来了，不是瞎画。他懂改坑道支撑，算矿脉走向。咱们先灌烟熏个半死，再留一命逼他写秘法。穷鬼惜命，肯定写。好，灌！我爹临死前把这本账交给我，他说账不离身。这上面的数字不是账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账没这种排法，7行7列，100位以内，他在画东西。第3列加起来等于坑道深度。如果数字是坐标，他画的是矿脉。我爹说账里有命根子，3年我没敢跟任何人说。为什么现在给我看？因为今晚你不死，他们睡不着；你死了，我也找不到第2个人能看懂这账。收好，收好。今晚之后，这本账才是你的，之前他是你爹的。来了，3个人，带头的是今天拍晚那个。按说好的来。陆晨舟，出来！虎爷请你换条链子。今天拍碗那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？左手。实锤打断他右手。打断谁的手？在我的矿洞里，矿奴造反了！
被动的手。我，陆晨舟，你挺能打，但你的铁链还没解，你的人只有这几个。明天天亮能剩几个，全看我心情。好，今晚不杀你，因为你的秘术我还没拿到，但规矩该动还是要动。钱串子，把今晚密谋造反的矿奴每人抽30鞭。陆晨豪，你看着。我来。疼，真他娘的疼！这是药，忍忍。今晚我没按住铁塔，没人让你按住他。我欠你2条命。昨天塌方你推开我，今晚又替我挡锤。石锤，魏王手下都头，管50人，当年犯了重罪，伤了上司，被发配到这儿做苦役。赖三跟你说的。他还说你2年前反抗矿监，闹出人命，葛彪没杀你，只给你加了铁链，不是惜才，是留着你当苦力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在等一个值得拿命去填的命令，等了2年，没人给你，因为这里没人配下命令。葛虎今晚抽这30鞭是在告诉你，你再能打也只是矿奴。你跟葛福2年只挨鞭子，跟我3天，已经反了1次，哪条路能活？我石锤这2年。只有你把我当人看，你下令我便上，你若遇难，我同进退。起来，都听好，从今天起，谁动你们，先问我。我的规矩只有1条，不挨鞭子，也能活着出去。陆哥，扇巴掌和挨鞭子的账什么时候算？明天一早，带我去见那个老铁匠。索红梅秀死，还需要更硬的东西。寨主问：灌烟之后审出来多少？这人不能死太早，图没画完，让寨主等2天，日产翻3倍那天晚上才是灌烟的好时机。你的风道歪了3寸，矿奴也懂炼铁？你炉口朝东南，风道却在西北，进风偏了得到炉心，多烧2成炭，出的铁还是松的。老子打了50年铁，你一个挖矿的来教我？不是教你，是告诉你，你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我能解决。水利古风，山西驱动水车带风箱，风量大10倍，炉温能提到1200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1200能化生铁？不只是化，是炼。我在铁炼间30年，最好的炉子只烧900多，试过各种办法，全他妈不行。这东西老头子活了50年没见过，画出图来，我给你敲。成了。先帮我磨根铁签，要细要硬，能捅进锁孔的那种。半个时辰。周铁匠，我的人说你把炉口拆了，炉口裂了，得修。修炉口不用拆风道。那个姓陆的来过。全寨戒严，铁匠棚周围20步不准靠近，所有矿民今晚必须上锁，不在链子上的当逃矿处理。告诉钱串子，不用等3天了，今晚就办。小子，你最好快点儿。烟，他们灌烟了！马骨头，3号坑尾端上次塌方的裂缝，你摸过没？摸过，通道外面有风，但只有拳头宽。够了，石锤带铁钎跟我走。你铰链什么时候开的锁？周铁匠的钥匙，晚饭送进来的。走。赖三，你偷的油脂在哪？藏在西坑第2根柱子后面6管。够不够烧矿监房？够。石锤带人从这儿出去绕西侧，赖三带油摸东侧，马骨头留洞里，把能走的人集中这儿。我去正门。
正门有铁塔。我知道，我不是去打他，是去让所有人看见我。差不多了，再熏一刻钟，里面就只剩喘气儿的力气。要是熏死了呢？死几个不要紧，留姓陆的一口气就行。拦住他！不成了！不是灌烟吗？怎么烧起来了？虎爷，矿奴造反了，他们从矿洞里杀出来了。今晚夺寨！好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！给我杀光他们，一个不留！全给我打碎！山匪，鹰嘴牙的人杀过来了！霍家那个丫头片子，她怎么？站住！他一定是看见火光才动的手，咱们腹背受敌。铁塔，去北门把那个丫头给我挡住！石锤，寨门。明白。陆哥，你去哪儿？接人。出去，从3号坑的口子出去，绕到寨子西侧，马骨头带路。西侧是悬崖，悬崖下面有条溪沟，我下午让赖三探过了，沿溪沟走200步，能绕到北门外。外面打起来了，鹰嘴牙的人来了。霍彦阁，你认识？他爹是我爹的镖头。3年前，他爹死在铁牛寨门口。走，先活着出去。大当家，城门开了！3年了，铁牛寨的看门狗换了一条更大的。让开，或者死！来！大当家，快救大当家！别过来，谁也不许插手。这怪物力量太恐怖，硬拼绝不是对手，必须找破绽。葛虎在里面，灯亮着，他绝不会跑，他的银子全在楼里。你去正面引开护卫，我从这树上2楼。凭啥就我一个人去送死？你不是最会跑吗？陆哥救了兄弟们，这恩得还！铁牛寨的杂碎，拿命来！找死的小虫子！骨头不断了，不能退，死也不能松手，拖住他！就是现在，给我破！给我滚开！起来！你的枪都断了，还拿什么打？还有半截，照样能杀他。好，你还想往哪儿跑？我的手！内寨有暗道，在哪儿？老实交代。什么暗道？我不知道。你杀了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不用问他，我知道。这楼是我爹建的，暗道在地窖，直通后山。葛彪跑路肯定走那条路。带路。这道通后山，往右通北门粮仓地基下，上面有防风的磨盘。赖三跟我走右边，马骨头带沈姑娘走左，去正门会合。怎么又是我去卖命啊？你们2只小虫子，都给我去死！这怪物根本打不动，石锤，撑住啊！防线不破，他们必死。给我下！今日所有恩怨，在此一并了结。身负重伤仍死战不退，此人值得敬重。北门清了，葛虎还在内寨，走。沈丫头，你想怎样？我只是矿监。3年前，我爹药丸里多了乌头，下药的是你。你胡说，是寨主指使的。药是你熬的，碗是你端的，我全看见了。你的狡辩到此为止了。放过我！我知道是谁指使的，幕后的真正主谋是……不需要。
往南走，翻过鹰嘴岭进魏地。赵元衡欠我3年的铁，他得认账。寨主，走错路了吧？你们陆沉舟，葛寨主，好小子，你赢了。这50两加内寨和矿上的存货值1000两，全给你。放我走，寨子和矿都归你，我只要留条命就行。认识这本账吗？3年前腊月15，你让葛虎在我爹药里下乌头，对外谎称暴病。铁牛寨不是你，这条命也不是你说留就能留的。你杀了我，三王不会放过你，我跟他们有交情。算过了。等，沈万军的死背后还有主谋。我知道，但你该死的理由不需要等到查清幕后。铁牛寨换主了。我们自由了，大仇报了。小姐，天亮了。天亮了。3年了，爹，您的仇终于报了。大当家，咱们进去不？可是仇人死了，咱不进去。回山。沈家人还敢来找我，杀我爹还不够。杀你爹和我爹的是同一个人。什么意思？3年前那晚，是你爹拼死救我出寨，他死在门口，我亲耳听见的。葛彪已经被陆沉舟砍了，你还来干嘛？葛彪只是刀，握刀的人还没死。我等了3年的人头，你一刀就砍了。葛彪该死，谁砍都一样。不一样！3年前，我爹死在铁牛寨门口，我做梦都是那扇门，凭什么是你？葛彪死前说，杀沈万军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，背后有主谋。有证据。这账册里藏着矿脉坐标，谁要这图，谁就是凶手。我爹死前给的铁牌，这数字我看了3年都没懂。是密钥，得用它重排才能读出坐标。咱2家守的是同一个秘密。想要这矿脉图的，就是幕后黑手。铁山之下藏龙脉。你说什么？我师父说，铁山之下藏龙脉，帐中有树，树中有图。你师父是谁？苗枪大萨满，他给沈老爷治过病。师父3年前给铁商治病后，让我来铁牛寨，3天后他就被毒死了。你师父也知道账册的秘密？是中原的毒，跟乌头同源。同一个人干的，杀沈万军，杀霍铁山，杀你师父，都是为了这矿脉图。事已至此，现在拼图。第1组西矿区，第2组鹰嘴崖正下方，第3组铁脊山主峰北路深100丈，这是主矿脉。100丈，太深了。但如果有火药就行，这图绝不能泄露。三王谁知道都会来抢，所以3年前要灭口。从现在起，账卷铁片收好，暗语烂在肚子里。陆哥，人数对不上，钱串子不见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石锤，带人封山，出山的路一条不留。来不及了，他是老鼠，比谁都熟着山。那就看他往哪儿跑，往北魏地、南楚地、西蜀地，他投奔谁，谁就是主谋。准备迎客，3王的人快到了。温度够了，比铁焰间最好的炉子还高。交。等它冷。老头子打了50年铁，折叠锻打几千次，
才出一小块，你这一炉就出来了。这只是第一炉，以后每天能出20炉。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。铁牛寨不是走水，他们在炼极其上乘的好钢，立刻飞鸽传书，通知3位主公。陆哥，山道上来了3拨人，3个方向同时到的，打的旗号一个位字，一个楚字，一个蜀字。让他们等，刀还没淬完。寨主说了，一个一个见，先到先进。我先到。我的骡车比你的铁甲早半炷香。无妨，我等得起。你就是陆沉舟杀了葛彪的那个矿奴。坐。不坐。魏王说了，这儿的铁以后只供魏地，价格照旧，不然15万大军不介意进山走一趟。这是掼蛋，你那是破烂块裂铁。魏王15万大军，有几人配用这种刀？回去告诉赵元衡，想买好刀拿诚意来，拿刀吓唬人，我只能让他看看什么叫好刀。好刀，楚地不缺银子，贴铁，你开价。精铁1斤300文，灌钢1斤1两银。这是市价的3倍。市面上没有灌钢，独一份的东西，没有市价。陈王接受议价，但要楚地独家买断，每年5万斤。不独供，3家都卖，谁出价高给谁。哈哈哈哈！你比葛彪聪明，他只会2头讨好，你懂3头抬价。行，我回去禀报陈王。忠告一句，魏王吃了亏绝不罢休，你最好找个靠山。铁就是靠山。蜀王仰慕陆宅主，半月夺寨炼钢，古今罕见，愿与您结盟。蜀地出粮，此地出铁，互通有无。结盟行，但我问一句，3年前铁牛寨易主，蜀地突然多出一批便宜铁，沈万军死后的这批铁哪儿来的？铁价涨跌乃是常事，与蜀王何干？我算过了，你们最好也算算。蜀堂铁价其实只跌了2成，你故意说错诈的。他没纠正，说明心虚。以后账册我跟你一起看。一起看。谁派的？魏王的死士。你们的命令是杀我，还是抢秘法？军方制式是毒囊，正规军死士营专属。魏王撕破脸了，他脸从来没完整过。砒霜混断长草，这品种只长在魏地洛州以北。从今天起封锁北道，通魏地商路一条不放。魏王想要铁，拿诚意来换，别拿刀子。明白。你欠我一条命，记着。在鹰嘴岭西道截住的，霍姑娘的人先发现，我去收的货。这孙子正往蜀地方向跑。关起来，让沈姑娘审。沈姑娘，不用刑。账房的嘴得用账本撬。陆哥，霍姑娘探哨回报，蜀堂方向山外平地扎营了，帐篷至少200顶。仗要打起来了。先审钱串子，打仗之前得先弄清真正的敌人是谁。我的老天爷！我的老天爷，这一架这东西顶我20个徒弟。这只是开始，再建3架，这西河水力完全够用。昨天出300斤，今天水锤一开6000斤，整整20倍。还不够，等4架全开，日产2万斤。2万？以前铁戟山脉1年才产多少啊？那是以前的铁戟山脉。3年时间，你摊了9000斤铁的差价，折银637两。你怎么算出来的？你逢摊必凑整。告诉我，腊月15我爹死那晚，你看见了什么？
那天葛彪下了毒，但毒是别人从山外送进来的，我没看见脸，但我认得那匹马脖子上挂着蜀王专属的莲花铜铃。蜀王，果然是你们！3只手，葛彪、钱串子，第3只在山外。蜀王的一马已经不是嫌疑了，仅凭马铃不够，想坐实蜀王，还得抓到当年递信的人。人在，体正在。看哨回报，山外蜀军至少有5000人。300里补给线，他们带了多少粮？按惯例只有15日口粮。15天，足够我把他们的路彻底堵死。脚步轻点，魏王的哨子就在上头。骨头哥，你咋知道这条路？去年冬天偷跑出来找水，顺着沟走了半夜，差点没活活冻死在山外头。原来的路塌方了。我不信命绝于此，只要把铁送出去，大伙儿就有粮吃，不挨鞭子也能活。老天爷给我开！好纯的灌钢，怎么个卖法？这500斤只是第一批，不要银子，全换2种，麦子、稻子、菜种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另外，这封信，劳烦管事替我转交陈王。放心，我家主人发过话，铁牛寨的货，我们楚地全盘接手了。陈王回了一个善字，大伙儿终于有救命粮了。留下粮食和铁，饶你们不死！别慌，看他们的破刀，全是卷刃的废铁。少废话！识相的把刀放下，老子黑风寨的这条道。黑风寨早被打散了，认识我还敢劫道？弟兄们3天没吃饭了，往哪儿去都被人撵。黑风寨剩多少人？会种地、拉工的有没有？就剩14个，有3个农户，7个能拉工。陆哥，周围还有秃鹫和烂泥沟2股散匪，拢共60-70人。跟我吃饱饭，使好刀，干抢百姓，杀降兵，死！好，弟兄们，把废铁扔了，咱们跟陆爷。乱世用人，粮和刀就是最硬的规矩。加上散匪，可战之兵345人，灌钢刀120。陆哥，魏王5000精兵在北面平原扎营了。西蜀北魏各5000，345对1万。1万人吃喝走路全靠这几条山道。明天起，让乌小蛮带人去采萧土。采萧土做什么？做一样他们从没见过的东西。在粮聚里，明天还会来，后天就不是3个人了。魏军赶来，这几块石头就是他们的底牌。北隘口到寨门300步，西峡谷到溪口500步，南道到鹰嘴峰。赖哥，你这嘴能停一会儿吗？停了我就得想别的事儿，现在别的事儿绝不能想。这层寒销够高，往下挖3寸，纯度更好。姐，这白土真能炸石头，你信那个陆大哥？陆大哥说能就行。挖。小姐，为什么要分开装？一份给霍姐姐，一份给小蛮，一份你拿着。不会用到这些的。我知道，但凡事留一线，账必须做2本。交出秘法，鸡犬不留。回他一支箭，空的。这玩意儿真能炸？陆哥说能。陆哥还说不挨鞭子能活着出去呢，现在倒是出去了，就是不知道能活多久。闭嘴！所有人蹲下，捂住耳朵，立刻蹲下！我的个亲娘哎，他
娘的，这威力，这不是人该有的东西。直径2指深半尺，碎石飞散10步，装药加倍足够炸铁座。若换成铁壳，周师傅，拳头大小，能不能铸批铁壳？气候大小半寸，留引线孔。能。我左臂还能提刀，给我50人，今夜去烧他粮草。你的胳膊，右手足够用了。带赖三去，他鼻子比狗灵。他左臂没好，你还让他去？因为他需要去。我带人在北隘口接应，他回不来，我去捞。烧了，你的胳膊怎么回事？烧了3座粮仓，2座草料棚，皮肉伤，夹板没断。他们来了。骡子兄弟，跑快点啊！跑慢了，咱俩一块儿死！烧了粮草还想跑？给我追！今天非宰了这帮老鼠不可！放石封口，连弩齐射，一个不留。有埋伏，退路被封死了，盾牌举起来挡箭。怎么不追？让他们回去报信，让魏王知道这条路走不通。二狗，安心走，你的仇，哥用这刀杀魏狗替你报。废物！1000人被几百个矿奴打成这样！将军，前锋全军覆没，峡谷有伏兵，他们的箭能穿透我们的甲。正面攻不行，今夜你摸进去，目标是火药，烧了它。要几个人？6个够了，不用回来。目标火药库与陆沉重，速决，鸡犬不留。影子没有脚步声，不是哨兵。导演，哪儿来的野狗敢动火药库？给我死！全宰了，一个不留。吴尘满，人魔伤心肺，离击骨只差1寸，绝不能动他。他会死吗？不会，我不让。他跟了我6年，沈家出事那年，所有人都跑了，只有他没跑。他醒后告诉他，铜盆那一下值1把灌钢刀。他不要刀，多给1碗饭就行。2碗。豆芽，活着，天亮前把缺口补上。从今晚起，寨墙每10步一哨，火药库门口3班轮守。12颗，一夜没睡。铁壳结实，炸开碎片能飞20步。够了，今晚用6颗，我亲自去。你亲自去？引线烧多快，何时炸，只有我算过。我跟你去，左臂没好，右手照样能扔。带10人，轻装不穿甲，要跑得快的，赖3带路。巡逻2组，交会间隔约50息。石锤带5人去东侧点火引开巡逻，赖3跟我从西侧摸进器械库。快，巡逻的快回来了！想拿投石机破我的寨，今晚让这些木头全变废铁。一起，快救火！到底是何方妖法？我的工程机械全完了！老天爷，这他娘的太吓人了！任务完成，走回寨。陆哥，难道来个蜀王使者，带着箱子从楚地正道进来的？蜀王的人走楚王的路。他说有急信。急的是他，不是我。亮到天亮，我先睡觉。在下刘恒，恭贺城主昨夜大破魏军。你从南道来，蜀王的人走楚王的路，楚王知道吗？蜀王愿以郡主下嫁，结姻亲，共分天下。蜀王的女儿值多少金铁？联姻是诚意，
蜀王愿每年给10万担粮草。蜀王派人毒杀沈家，我爹死在寨门口，你拿我爹的血写联姻书。霍姑娘，旧事得讲证据。3年前地信的驿马就挂着铃，只有蜀王才有。木铃可以仿，地信人不能。告诉蜀王，铁不卖给仇人，让他亲自来。联姻不成，他会动用西边那5000人。蜀军随时能打，必须先解决魏军。魏军想要体面的台阶，我给他们。赖三，今晚去魏营送封信，送完就跑。兄弟，借你衣服穿穿，回头给你烧纸。哪个营的？前锋左营的，峡谷里被埋了，刚爬出来。今晚有什么吩咐？7日内不动，等粮草。第8天总攻，用火攻，走东谷烧他们花药库，他们就成拿刀的矿奴了。左营的人我都认识，你耳朵怎么回事？有奸细，抓住他！他娘的，这次回去得加3碗饭。7天后总攻，火攻走东谷，专烧火药库。先发制人，明晚动手。明晚？火油用来最快5天，我们在火油道前打，他们手里只有残兵和空帐幕。我去。你带200骑绕魏营后方烧粮草，石锤带步兵从正面佯攻，把主力引向东谷。东谷是他们计划的进攻路线，反着用。明天白天我在东谷埋20颗震天石，绕路要2时辰，发现的早我会被毒死在平原。所以石锤佯攻会在你到位前开始，我给你2时辰窗口，你必须活着回来。陆哥，你刚才那句话……什么话？没事儿。枪尖偏了，我知道。再来，继续。你会使枪，但我会打。你的第3枪比前2枪快了半拍，急了，急了。我没急。你在想明天的事。3年了，以前想杀葛彪，现在想杀蜀王、魏王，还有我。你欠我一条命，杀了你谁还？明天打完仗，我还你。小姐，我能帮忙数药包吗？我梦见老爷还在，咱们在家喂鸡。你的活是养伤，养好了有的是事干。等打完仗，我们养鸡。护身符挡不了刀，但山神会多看一眼。枪头多挂个东西，拔出来会带肉。那我给你点见血封喉的毒药，只够1次。好东西，你就这么确定我能回来？陆大哥说你必须活着回来，他的话从没不算数过。震天雷就位，火焰戈绕行，全寨随我背水一战。备用引线，万一被围，点燃扔出去，炸开个口子。你还没说怎么还那条命。回来再说，全军出发！地袭，东谷地袭，快敲锣点烽火！150步兵，老子的兵不用喊杀壮胆，冲！东谷，他们从东谷打过来了，赶紧调主力，把谷口死死堵住。粮草去留500人防守足够了。调虎离山成了，后方空虚。点火，给我烧！骑兵，满山都是骑兵，快跑啊！火太大了，根本扑不灭！他娘的，中计了！调虎离山，快吹号角，全军回头救粮草！撤，别恋战，往北隘口走。800人包抄，左衙右邻，撤退路线全暴露了。剑上有毒，冲出去，
死也得冲出去！他左手废了，把他拽下来！一杆毒指杀不完800人，那就杀一个够本。放下兵器，投降免死！你过来说。这毒枪沾之即死，这疯女人不要命了！石锤哥，霍姑娘被700-800人围了。你守这儿，火把点上敲旗鼓，死命喊！就我一个人？你话最多，80人跟我走。都给我喊，使劲喊！等东侧卫兵涌入雷区再引爆。往南冲，南面悬崖下有路，陆哥说的。杀出去6颗震天雷，送你们上路。缺口开了，全军撤，老子断后！毒魔耗尽，但灌钢枪头一样能杀人，绝不把后背留给你们。前面有陷阱，别追了！毒已入血，要把黑肉刮掉，再用药逼毒。他撑得住吗？他是霍彦哥。你疯了！我在试毒，表面刮干净了，深层得用药逼。这毒跟杀我师父的同类，我多加了一味清消。试过，在谁身上？我自己身上。爹，别告诉我爹。师父，你没解完的毒我来解。你在算明天的账，他会醒的。我知道，但我得算2本账。毒清了，他在睡。药够不够？够了，养3天就能下床。你去睡觉，沈姑娘守，这是命令。老实点儿，借剑搜身。这满院铁甲和崭新的灌钢弩，这绝不是一帮普通流匪能有的底蕴。魏王愿于铁戟城修兵，条件城主开。你们也打不动了。魏军粮草进坟，继续耗下去，剩下的5000人得饿死在山里。退兵50里，每年平价供5000斤精体，开放3处边市免关税。城主右口不小，魏王的命更值钱。我这就回禀，魏王会记住今天的。你漫天要价是做局给蜀王看，蜀王觉得你压服了魏王，一急就会出错。什么时候开始算这种账了？跟你学的。我明天就要下床。再养2天，下次中箭先拔，多打半个时辰，我就得多花1天1夜的命去解毒。知道了。难道暗道摸见6个轻装刺客？目标是账册，石锤去守沈清歹坊间，马骨头炸他那条暗道，把他们活埋。李承前，你急了。带黄泥和萧十卫是走暗道来的刺客，稳住，拉铃。矿洞黄泥卫，窗户开着，不对劲，有刺客在账房。追不追？不追，让他们拿走。你疯了？账册被抢了不追？拿走的是假的，矿脉坐标那几页我早换过了。
既然是假的，那你刚才还拉什么铃？拉铃是因为他们的刀是真的。拿走了。拿走了。一本账缺页太明显，补上假的，拿走的人不会立刻发现。他们会按假坐标去挖，挖不到也不确定真假，这能给我们争取至少1个月的时间。算过了？算过了。两个人说一样的话。闭嘴！顶板塌了，堵住后面4个。他娘的，跑了2个，2条腿的追不上，得让霍姑娘追，她有马。都刚好就硬撑，这女人不要命了。说好再养2天的。快跑！他追上来了！3个追左边，其余跟我。账册呢？在另一个人那儿。我问3年前腊月15，蜀王给葛彪下了什么令？说不说？蜀王私印密令，去沈家账册和人头。只有3人知道，哪3个？蜀王、张氏、刘恒，还有……他竟然咬舌自尽了。该留他当活证人的，人死了，第3个名字断在他嘴里。记录下来，这是蜀王个人行为，捅出去他在朝堂就站不住。这是把好刀，但现在还不到用的时候。等他按假坐标挖矿，挖不到起疑心时，才是捅刀子的好时机。你们俩算账，我负责杀人，分工挺好。你刚才那句该留活口，比杀10个人有用。陆哥，挖出俩活的，怎么处理？关起来，留着有用。又关？上次关钱串子，这次关刺客，地牢快塞不下啦！那就扩建。假的。沈婉仪女儿换了账册，真东西她不会留在明面上。皇上英明，3个坐标全挖了，啥也没有。陆晨昭，一个矿奴。魏王答应了退兵、供铁、开边市，已经开始撤营。魏王退了，魏王退兵，楚王送粮。他唯一的威胁是我。正面打地形不利，咱们断他盟友，断了楚王粮道，铁骑城不攻自破。楚王跟他利益绑定，怎么断？让他们自己断。派死士带楚王令牌去刺杀他，杀不成令牌也会留下。楚王被冤枉必反目，粮道自然断。令牌是假的，他认不认得出？一个矿奴哪认得出楚王令牌？死士营挑俩最好的去。去办。龙困潜水。楚王令牌背面有编号，这块是光的。楚王不会派没编号的人。楚王的手笔杀不了我，也要让我以为是楚王干的。楚王低估了你，嬷嬷，我要给楚王写信。你说，我写。附上假令牌，再附一份楚王灭门沈家的口供，这事可为楚王所用。楚王私印的底牌，就这么给出去？是共享。楚王拿到情报就和我们绑在一条船上，我要造锁链。又是我走夜路，得加3碗饭。2碗半，3天内送到。好个蜀王，连本王的令牌都敢伪造，这离间计太拙劣。既然铁牛寨抛了底牌，传令结盟，付1000担粮单以表诚意。1000道粮食，够全寨吃3个月。他不是送粮，是买铁。3个月粮食值多少？拿出1成金铁和灌钢，够他装备2个营。给他。楚王信得过吗？信不过，
但蜀王倒提前，他下不了船。你们算账，他送粮，我负责杀人，这分工真顺。霍姐姐上次也这么说，因为是真的。今天请各位来就一件事，这1万斤精铁公开放标，价高者得。魏王出价1斤150文，总价1500两；楚王出价1斤200文，总价2000两；蜀王出价1斤300文，总价3000两。300文，蜀王这么缺血？不是缺，是诚意。好东西值好价钱。蜀王出日价3倍，这不是买铁，是在砸盘抢筹码。陆城主，3000两白银现银交付，蜀王的诚意够不够？这批铁我不卖。怎么可能？3000两现银，这穷光蛋居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！陆城主，钱不够，蜀王可以加。不是钱的事，那是什么7天前刺客带的令牌，刻着楚字，没编号，伪造的。前账房供认，毒杀老寨主的人骑着蜀王府的马，还有刺客招供，灭沈家的密令盖的正是蜀王私印，没过朝堂。陆城主，这些所谓证据，告诉李承前，想买铁，先把命案的人头送来。今日之言，我会如实转告蜀王。再转告他，从今天起对蜀地禁运一切铁器。城主好大口气，是算过了，真是蜀王干的。蜀王手伸的真长，本使会如实禀报。那我们楚地的铁，按盟约走，不受影响。城主果然是生意人。蜀王会怎么反应？暴怒，然后开打。禁运后，他兵器最多撑半年。你禁运是为了逼他走蜀路？你在选战场？蜀路窄，大军展不开，震天雷能把他毒死在山口。半年时间，够我再造50颗震天雷。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这盘棋，从冠刚出事那天起。不，是从矿洞里醒来那天起。各位，新城建墙立起来了，粮种也拨了下来。从今天起，铁牛寨没了，这里叫铁戟城。铁戟城的规矩3条：第一，不虐民，谁拿鞭子抽人，我先抽他；第二，不滥杀；第三，绝不当第2个葛彪。进矿洞前叫什么？家里还有人吗？会什么手艺？以前叫王大柱，老婆孩子饥荒年都没了。以前种过10亩水田。这是你的户籍牌，城东第3排第7间屋是你的，城外分了2亩地，明天去领种子。都排好队，一人1碗热粥1块馍，拿了去墙根吃，别抢，铁戟城管够。城墙加高，断锤激增，这哪里是普通山匪窝，分明是一座战争堡垒。什么人？小蛮，外面来了群穿的跟你一样的人，说是你族人。我走了3年没回去，他们找来未必是好事。瘦了，你师父说这里有人需要你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那就好，这是你师父死前藏在神龛下的遗物。师风亲笔，3年前蜀王花重金找苗疆毒士蛊婆买瘴毒配方。瘴毒吸入后让人麻痹窒息的毒物。师父阻拦蛊婆，被他毒死了。遗书说蛊婆已入蜀纪炼毒，若蜀王用兵毒必出，我能解。你能解瘴毒？需要先拿到毒药。蜀王手里有瘴毒和5000大军，半年内必用。
你的族人愿意留下吗？我去问阿婆。阿婆，蜀王要用瘴毒打仗，我得留下解毒。你师父就是让你来干这个，城里人需要药，我们留下帮你。他们留下都懂草药。好，沈姑娘给他们上户籍。从今天起，我是苗疆新萨满，蛊婆的毒我来解。3年前腊月15，我亲眼割虎端要进去。我爹倒下时，手还死死按在账册上。他知道他们要什么。那晚我爹把我塞出后门，逃到半山腰。我听见他在寨门口喊，然后就彻底没声了。我才14岁，连把刀都没有，只能跑。师父死那天让我闻一种草，说记住这味道，下午他就倒了。他倒下时身上就是那味道。他早知道自己中了毒，教我变的正是杀他的毒。蜀王要矿脉，派葛彪杀我爹，又派蛊婆毒死小蛮师傅灭口。3年前的一道密令，毁了我们3个家。从头到尾，只有一个人，李承乾。我爹死的时候，没人替他说话，但这次不一样了。师父说，毒能杀人也能救人，蛊婆的毒杀了他们，我的药要救更多的人。3样信物，3条人命。蜀王欠下的血债，今天是时候连本带利收回来了。鹰嘴关，蜀地大门，关后有5000大军和瘴毒，等他们进山放毒就是死地，必须主动出击，拉到开阔地，借风废掉瘴毒。鹰嘴关难打，正面人不够。不正面打，石锤带主力正面佯攻，霍彦哥带百骑绕北侧山崖攀绳开关门。多少人守北墙？只有10人。乌小蛮带族人随行，攀崖前用米粉解决哨塔。米粉够放倒20人，绰绰有余。又是我，不过光当眼睛不用跑，我乐意。赖三提前去盯蜀军大营，点火传信。马骨头3天内运物资到藏兵洞。周师傅，震天雷留20守城，其余全带上。3天后出发，拿下鹰嘴关。明白。乌小蛮配的伤药，箭头毒碰血就发作，不用扎身。豆芽，绑太紧拿不下来了。紧点好，掉不了。拿下关门后别追，等我信号。还有，活着回来，你说过。出发！三十丈垂直落差，风向不对，现在撒粉全得飘回我们脸上，压住呼吸。风向变了，就是现在。风向转了，哨塔10个人全倒了。剑伤还没全好，随便扯一下都像有人在肉里拧，但我绝不能松手。留几个人警戒哨塔，其余的耿约跟我摸向营房，绝不能弄出一点动静。动一下，死！你们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天上掉下来的。关门钥匙在哪儿？南门守卫手里，北门没锁，是从里面拴着的。关门开了，兄弟们，给我冲！一起，北门被破了，到处都是人。毒发只需5息，今天一个也别想跑。霍老大，快兵点燃烽火求援了！蜀军大营最快半天就能赶到。这就是主公要的开阔地，让他们来，来多少，我们消灭多少。这墙是夯土地基，不从正面攻，从下面挖地道，挖到地基下埋震天神，墙自己会倒。挖1丈深，免得被听见。多久能挖到？3天3夜，轮班不停。前2天轮班挖土，夯土软，但必须挖深1丈，避开上面巡逻兵的耳朵。第3夜，终于摸到城墙正下方的夯土层了。全部埋好，
撤！所有人出动！再过1炷香天亮，30丈引线需要20系，10系，15式，20系，起爆！成了，电机炸碎了，墙要倒了。城墙呢？怎么凭空消失了？撤！快往南门撤！火焰哥，不追，让他跑。为什么？让他回去告诉蜀王城墙是怎么塌的。蜀王越怕，我们越好打。这绝不是人该有的力量，哪怕是5000精锐的时辰，在震天雷面前也像纸糊的一样。修补缺口，这座城我们要守。调石器的城墙居然被炸塌了！守将说地底传来雷声，墙就塌了。他还有多少那东西？铁壳难造，估计就几十颗，炸不了3万人。那就3万人全压上，这铁骑城我拿定了。姑婆，你的瘴毒能盖多大范围？一个山谷，风向对，谷里活物全倒。出发！蜀军至少3万，队尾还跟着个坐马车的老太婆，臭得周围人都捂鼻子躲。姑婆，这腐烂的甜味跟我师父死时一模一样，绝不会认错。你能解？需要什么？等他放毒，拿到瘴气样本才能配解药。正面打不了，把他们引进这狭长山谷，诱他放毒。他放完毒必进谷查看，我进去等他。毒师交给我。兄弟们，撤！把辎重都丢了，快推进山谷！风向刚好，一团瘴气，半个时辰，谷里的活物一个也别想活。这腐烂发甜的味道，和师父死时一模一样。我的地方能撑1炷香，今天就算拼上这条命，我也要替师父报仇。一具尸体都没有，难道都跑了？哟，萨满的徒弟，杀我师父的人，原来是个送死的小丫头，正好送你去见你死鬼师父。臭丫头，你也别想活，你会死在这里！师父，这毒我解完了。看不清，我下去找他。雾没散，下去也是死，等风。风向变了，雾散了。小蛮，千万别死，给我撑住！脉搏还在，微弱的像快断的丝线，他还活着。立刻抬进帐篷，所有能用的药全给他用上，绝不能让他死。他用自己的命去换3万人的生路。草药的火候，煎熬的时间，这该死的节奏，我怎么就敲不准了？喝下去，小蛮，给我咽下去。他怎么样？没醒。传令，3军集结，现在总攻蜀军大营。400打3万，震天来只剩12颗，根本不够。我说够了就是够了。你这是打算去送死吗？算清楚再打。他是对的，冲动赢不了战争，3万人的命得用脑子算。姑婆死了吗？死了。醒了，那丫头命真硬。跟你一样。20桶火油全倒进去，送他们上路。风向、水速全算过了。河上着火了，快救粮草！他们去救火了，北门空虚，弩手给我放箭压制！冲！撞碎木栅栏，杀进去！在灌钢刀面前，蜀军的铁刀就跟木头一样脆。后营没人，给我杀穿他们，把溃兵全赶进实锤的刀阵里。将军，水罩全毁，北门被破，后方全是骑兵，我们被切成3段了，挡不住了！
全军撤退，往成都方向撤！皇上，水寨尽毁，3万主力被合围溃散，死伤过万，残部正撤回来。3万主力全完了，他陆晨主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这就是李承前的属地，为了拦我，连自己守了10年的老将都能从背后下刀。可惜你死不瞑目，他也拦不住我。不打了，弟兄们3天没吃过1粒米了，城里粮草早空了，这关我们守不住了。拿着刀也保不住肚子，给他们饭吃，全军继续推进。李承前，这道城墙比前哨坚固3倍，但也挡不住我。3年前杀我父亲的密令，今天我要你用整宗都城来偿还血债。皇上，趁敌军刚到，立足未稳，咱们带兄弟出城夜袭吧。不出，死守。可是他们营寨都没扎。闭嘴！没命令，谁也不许出城，给我死死守住！城墙厚1倍，8颗震天矛不够炸的，用工程梯都不用。这城墙是条石，但城堤是夯土，夯土怕啥？水，西面河水比城基高，挖渠引水泡软它，它自己就得塌。2天，你正面佯攻北门，赖3东门放烟，趁他们没空，马骨头带人去西面挖渠。不好，城墙跟渗水了，城墙在裂！进城！李承前，城破了，你这只困兽也该拿命来填了。最后说一次，让开，或者死！等一下，别咱们有瘴毒。姑婆早死了，哪来的毒？等毒散了，她早跑了。李承前把剩下的毒全藏这儿了，他想同归于尽。吴小曼能解吗？解药只够2人份，嚼碎咽下去，进去后憋气少吸，药效只有半炷香。李承前欠你的，你去。给我砸门！霍铁山的女儿，你终究还是杀到了姑的面前。李承前，这3年的血债，今天也该清算了。半炷香内必须解决它，先尝尝我的米粉。霍姑娘，我爹是沈家镖师，3年前跟霍伯伯断后死的，我被边境亲卫等了3年。沈家的遗孤，原来这座城里不是只有我在等这一天。3年的噩梦，3条人命，3个家，全都在这一枪里。带你的罪孽下地狱吧！不逼我爹活过来，只求他闭得上眼。爹，你安息吧。留着给沈姐姐看，她想知道这人死时手里握着什么。结束了，大仇得报，这3年压在你身上的重担，终于可以放下了。3年的弦终于断了，那口憋了3年的气，终于吐干净了。起来吧，我们回家。好，回家。每户3斗米，凭户数领取。家里有伤兵的，加1斗。姑娘，这粮食真的不要钱。蜀王在的时候，1斗米要50文。不要钱，蜀王不在了。弟兄们，推举陆哥称王，铁戟王！铁戟王，称王！不称王，不称帝，铁戟城主，这4个字够用了。铁戟城的规矩还是3条：第1，不虐民；第2，不滥杀；第3，不当第2个葛彪。敬所有死去的弟兄。传令，征兵20万。皇上，20万，国库卖地卖田卖命，20万一个不能少。天下的棋该我走了。